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双方抖更清晰 OPPO Reno3 Pro 冠名。案情高难度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奥利奥探案路上，黑白通吃。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发现真相，发现更赞的自己。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关注芒果好物。或名侦专属产品。东西是我的，但凶手不是人家啦。你敢怀疑我？老夫可没说谎。昨日我一出门就见到哥哥失魂落魄，到底谁是真凶呢？上抖音 APP 搜索话题“明星大侦探”，9条视频下留言，猜中真凶，且点赞数前5名的用户将有机会获得无人机、笔记本电脑、相机、抖音周边的惊喜好礼。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侦探若2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啤酒，无敌演奏家，潇洒。我是车王，我是厨师，我是他助理，我叫何四。您就是萨车，开的没错。我是车王的脑活专属造型师。花生可乐酒。欢迎您搭乘北方慢车号列车，我是这辆车的拥有者萨车王。本次列车已于月31日上午10点半从东宁站出发，现在是2月1日早上6点，我们已经到达第1个经停站铁路边大院儿，我们会在这里停留2小时，之后我们将于8点再次出发，前往目的地蝴蝶谷。祝各位旅途愉快。哎呦，肚子好疼啊！哎，开门啊！有人吗？有人吗？乘务员！瓜子、可乐、矿泉水、啤酒、饼干、爆米花。来，走一走看一看啦，大家不要错过啦。摩天最强开刀。你是这个厕所的乘务员吗？我是这辆列车的乘务员，我不是这个厕所的乘务员。瓜子、可乐、矿泉水、啤酒、饮料、爆米花，看一看喽。你帮我看看我这个厕所，我这个洗手间怎么一直打不开啊？10分钟了。10分钟了。开门啊！开门啊！别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嘿！哎呦，疼死了！你有本事敲蛋，你有本事开门啊！救命啊！开门啊！科长啊，门打不开了！哎呀，这大早晨的谁在这闹啊？
陶司机啊，你跟你同事怎么工作的呀？这我的车怎么搞的？这乱哄哄的，这觉也睡不好。赶紧看一下什么情况。我见之泪。小商小贩的就不要搞到车上来，我们这是一辆高级的旅游列车。非吃。昨天吃了韭菜了吧？你是啊？这位大哥，车上我已经憋了20分钟了，我快要死了。 我肚子好痛，肚子痛你上厕所呀！我们这辆车设施这么齐全，厕所门被锁住了，怎么会打不开呢？它被反锁了。这边可能打不开，我从隔壁试试。对不起啊，两位，我们这个厕所是2个包间共用的。哦，隔壁有人没有啊？ 这也锁上了，开门呐！也锁上了。你们几个帮我把它撞开。哎，这谁呀？这这不是我的哥哥郝晨吗？哥哥。 等会儿，这什么情况？怎么能这样？在我车上怎么能这样？这浪费纸，浪费我的卷纸，很贵的。我的哥哥他是一个通缉犯。此人是2010年12月31日。 M4技术学校事故的犯人，自被判处20年徒刑后，一直在 M 级监狱服刑，近日越狱。这是2019年12月的通缉令，他刚刚越狱，越狱怎么会跑到我车上来？我先查看一下情况吧，他也许只是睡着了呢。哎呦，不对，地上有血，而且这个血一直流到地漏里，手腕上面有一个伤口，割腕吗？ 尽管是北方慢车，但是在寒冷的冬日里，我们的车里却如温暖的春天一般，啊，所以这个温度，如果割腕，很有可能失血过多。这个人在我们的乘客名单上吗？等一下，我们的乘客名单呢？郝章是昨天在东陵站上的车，就是我们的出发站，但这个。 郝晨不在我们的乘客名单上。现场情况如此复杂，我们还是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因为我们的车是6点钟就停在站台上，而且停车以后车门就已经打开了，所以站台上的人同样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上车作案。所以，去帮我把站台上的人也都全叫过来。好的。你在这蹭什么？ 我要上厕所。要在边边大院上车的乘客，快点来！出事了啊！出事了！对，车上出事了！哎呦，4号车厢，4号车厢好像有人死了。小宝，这边。啊 快走，哥哥！快点，看谁跑得比较快！哥哥，你们快点！死人了！能让我们安生一点吗？哇！你们这什么妖魔鬼怪呀？这都是怎么死人了？ 老板好，老板票。哎，老板娘，你好。我老板把这个车包车了。各位，我知道你们是非常欢乐的想上车前往蝴蝶谷，对吗？对。但是在我们的车上刚刚发生了一件可以说不幸运的事情，在我的车上死了一个人。哦。哪里？在哪里？来，想看死人的往这里走。作为这个车的车主和经营者。 如果参观这样的特殊是要加钱的。他是哎， 你认识他？你们认识吗？
我们坐下，我了解一下情况。非常高兴啊，在铁路边边大院迎来了这么几位奇形怪状的乘客。我是这辆列车的所有人兼列车长。你也是车长是吗？对，失敬失敬。此刻我们正在停靠阶段，在刚才出事儿的时候，我和涛司机一直是在驾驶室的附近，所以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嫌疑，而且你们可以互相作证的意思。所以今天这个案件呢，如果不是密室自杀，那么显然是有凶手作案。为了找到凶手，我们两个人就担任今天侦探的角色，将率领各位找出隐藏在你们当中的一位真凶。这辆列车昨天早上10点从东陵站出发，终点站是著名景点蝴蝶谷。今天早上6点，我们的车停靠在了铁路边边大院，停车时间2小时，预计8点将从铁路边边大院继续行驶。但是就在7点50分，发现了一个意外事件，在4车包厢的厕所里，我们发现了一名死者。相关人员指认，这个死者名叫郝晨，男，27岁，是一个通缉犯。死者的左手手腕呈现被割伤的状态，除此以外呢，没有其他的外伤。死因疑似为割腕失血过多而死。而且刚刚呢，我们是撞开厕所门以后，发现死者的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密室自杀，但是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一定没那么简单。就在你们当中隐藏着一个真正的凶手。介绍一下自己，从车员开始。我们5个人是同学关系，他也是我们的同学。我曾经是这辆车的拥有者，我曾经是这辆车的所有人。因为一些原因呢，然后我把我这辆列车贱卖给了。哎，能不加贱字吗？能不加贱字吗？那就加到后面。老夫我也是花了钱的。我就把这辆车卖给了我们的萨车王，然后我自己呢就在这个车上谋了一个牲畜。你这个说的有点往脸上贴金了啊！他就让我在这个车上呢当这个乘务员。有一句话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30年铁路那边边，30年铁路这边边。来吧。我是靠自己非常灵敏的双手，成为了世界顶级的竹笛演奏家，潇洒。洗手间是在哪边？洗手间在哪边？哦，不用洗手间。我觉得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热意？听到这个曲子真的是非常有。竹笛，您是一位艺术家。对。从事竹笛的演奏。对。您此行的目的是带我的大宝一起去蝴蝶谷玩耍。您指的大宝是这位吴漂亮。我的老板就是这个当今竹笛界的顶流朱迪，然后我是集整个团队功能于一身，上可沟通对接工作，下可承包热搜，左手拍照修图，右手承包装饭。我是他助理。最后一个，我是一个兴趣使然的助理。我喜欢做这些。你就喜欢被人指使？我热爱我的老板。那为什么你提早在车上，老板在车下面？因为这个老板是住在铁道边边大院，他是今天上车，我头一天把这个车帮他包了。你在车上做一些接应工作？哎，我在车上做一些准备工作。老板，这个小伙子有前途，有前途。加个鸡腿。好，到你了。Hello， 你好，我是我大宝的专属造型师。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色盲。为什么？因为你身上的颜色实在时尚，他不懂。到我了哈，很多男人都不喜欢快，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男人。看得出来。我是一个最年轻的踢踏舞王。
因为这个车条件实在有限，所以我没有办法。既然大家这么要求我在桌上来一个，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请大家看好。有没有听到？这位呢，我能判断你的年龄跟我也差不多。你一跳起来，脸啊还是有点颤抖。这个车长怎么可以讲话这么侮辱我哥？来，我先说一下，死者是我一个不是特别熟悉的，比我高几届的同学。然后我呢，跟他很多年没见了，所以死掉的这个人是你们的学长。算，但之前在学校根本没注意过他。后来出了一件事情，他非常有名。好的。你跟死者什么关系？死者是我的哥哥，但不是血缘关系的哥哥。是我被收养，你被收养。Judy， 跟死者是校友关系。只有这一位嫌疑人表述是最为清晰的，简洁明了，校友关系。问我一次，侦探，你问我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校友。我没问呢。我当你有问了。你跟死者什么关系？我与死者不熟，但是认识，就不熟。每个人说一下今天时间线，从你开始。今天车在6点钟停靠站之后呢，那我就列行呢去挨个车厢打扫卫生。我从6号车厢开始打扫6车、5车、4车，然后在6点50分打扫完卫生之后，我就回到我的房间4车的乘务室，然后一直待到了7点45分左右，我就推着我那个小车出来卖东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了这位乘客郝章同学就一直在喊啊开门啊开门啊。他在他的房间呢就一直想上厕所，但门被锁上了。但其实他是2个房间共用的一个厕所，夹在中间。对。我是6点钟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火车停在了我们家门口，然后我从窗户的时候，其实看到了郝晨鬼鬼祟祟的上了这一辆火车。6点吗？ 6点钟的时候，然后我6点20的时候上了这一辆车，我来找他，我找他有事情。6点35的时候我就下车了，我就回家了。你下车的时候，死者已经挂了吗？还在。7点50的时候，我们就刚在车下听到了呼喊声。从6点40到7点50，你一直在站台上，在家。你们是从家里被蹬上车的？我们家就在铁路边，真的5米哦，5米，请注意5米。我昨天上车，我今天早上6点我就起来了，帮我老板准备他们的房间然后7点我在3车的餐车吃饭。看到一个人影跑过去了，但是消失了，我觉得是我哥。然后7点20我回到自己房间了，然后过了10分钟我肚子疼，然后我就开始敲门上厕所。我在房间敲了15分钟的门，敲了15分钟。你为什么看见了一个你应该是就基本确认是你哥的人跑过去，你居然没有任何行动和反应，你继续留下来吃饭？然后吃完饭7点20像没事一样回到自己房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就是我对他情感很复杂，所以我是觉得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出现在这儿。但是我此刻有很多想做的事儿，我的第一反应未必是向调查局打电话。我早上6点到垃圾的时候看到火车来，我看到郝晨上了车。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7点50我就跟小宝跟哥哥一起上火车。我讲完了。6点钟车停靠在新为我们铺设的铁轨上，我突然看到郝晨鬼鬼祟祟的上了车。请注意，我是立刻尾随他上了车。我发现他去了4车厢包间1，10分钟之后。他出来去了3车，过了一会儿之后，6点1刻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稍等，你就一直是尾随，没有跟他接触，没说话，没打照面。打照面，就是你没有暴露自己，
还是你就跟着他，一直跟着，暗中跟着？我没有，我当然不可能说，我当然是走。我知道你说的就是尾随嘛。这样说，我看到他，他没看到我。你说的尾随就是这样吗？我看到他，他没看到我，就是。但是你踢他鞋那么小，他听不到吗？是吗？就是一直尾随。是这样的，我们踢踏舞王呢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像比如说，我可以走出这样的声音，我也可以走出这样的声音。好，6点10分，他去3车，去到具体什么位置？你看到了吗？没有。因为今天的环境比较复杂，目前我们的车呢仍然还是停靠在铁路边边大院。案发的时候，你们3个没有上车的乘客是在自己家中，所以你们的空间也属于搜证范围。是，所以我会派考章和我的列车员，你们2位去铁路边边大院。小丽，你可以，你跟小张去铁路边边大院。好嘞，哎，把他们3个人的屋子放个底儿朝天。好嘞，来，抓紧。第1轮现场搜证，7名玩家分为2组，同时搜证，限时10分钟，每人可使用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拍摄10张照片。好，接下来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背诵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OPPO Reno 3 Pro 双防抖更清晰。来，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没讲，还有一个5G 啊。5G 对，5G 视频手机。谢谢。你的哥哥。这是萨萨的。OK， 我们现在直接进行分开吗？好，下车。我嘞，乖。我们从下面开始搜吧，先看他丢了什么垃圾。来，一人一个桶，拿出来吧。这就是啥东西？哇，翻垃圾这真的，我去上面，你去下边。啊，好冷。咋了？1楼没啥东西啊？1楼没什么东西啊？这么快做完了？
Reno 3 Pro 拍的真清晰，它跟着漂亮到底要干什么？我的乖，先做漂亮。真的是啥都没有。哦。卡片一张。这个你开了吗？哪个？这磁带里边，爸，我回来了。哎，这不是博士电动螺丝刀吗？这个开东西特别方便。真假的？哎，你看这么多钻头。博士发现真相，发现更赞的自己。哪儿可以拆？就像那个车。哎，手机。看设计图。小朋友，我们来一起玩吧。什么在想啊？哎，啊嗨，这是录音呢。哦。磨剪子嘞，将菜刀，有点好玩的东西。我可以把这个带上去，这个好好玩。走。好蠢。搜证的这个区域范围应该就是在3车、4车和5车这3个车厢。我们重点就在4车。好。哎，这就到4车了。这就是4车，对，4车主要是这几个包间。好。对。哦，危险物品箱。啊？这么快就找到了？指甲油、发胶、冷冻剂、空心清净剂、鞭炮、酒精、菜刀、水果刀。OK， 我们现在呢，来一个一个来比对里面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是有少的。指甲油在，杀虫剂在，发胶在，热熔剂。热熔剂是什么？没收。菜刀，那是什么东西不在里面呢？这就是发现尸体的那个地方。搜这个东西。我来看看现场吧。你去看现场吧。
助理来跟我一块儿看看现场，因为你是一开始撞没撞开，然后突然有一下就撞开了，对吧？对。所以就证明这里面也是有一个什么机关是突然触发了，使得你可以撞开这个门。哎，这个上面有痕迹，看。我觉得下面这个锁应该没有用上，应该不是这个，因为如果是这个的话，撞不开，它撞不开，而且这个的话做机关太难了。我觉得重要的东西应该是在这里边。哦，它是越狱出来的。哎，这有一个定时装置设计图。由我来拍。郝晨的同学录，哈哈嘻嘻，大花小花，这个应该不重要，哈哈嘻嘻。完美助理的自我修养，太可爱了。老板的每日一盘，现在有新的不可能错。哇，说的我好像很严格的样子。郝晨，10年前的小树林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就是这个吴漂亮害死了郝妈妈。漂亮害死了郝妈妈。这是什么呀？这水为什么蓝色的呀？为什么有一个热贴呢？应该有。冷冻剂。热熔剂，还有冷冻剂是什么概念呢？还有热敷贴，这是一个冷热交换的一个杀人手法吗？还表扬了我，好开心啊 ！Oh my god！
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这儿咋了？刀是在什么？刀是在这儿发现的，在这儿，对。哦，空的，对，通，但是这个也是被锁上的。它这边不能打开是吗？它这个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绞断的。它为什么被绞断？我们找到了这么多个直角，他用这么多纸干嘛？哎，我觉得极有可能它这个会被变成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然后把它变成一根棍状的东西之后，从中间给绞断了。不然这些东西很没有逻辑。甲流的空间在哪儿啊？这里啊。哦。哦，你把手机摔了。轩轩，哥哥，你够高吗？我够高，我非常高。来，让我来。哥哥，你看看。我够高，我非常高，我非常高。哥哥来。说完就。1、2、3。哦。有吗？有。怎么是我？现在的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他怎么了？一无所有嘞？他居然说给不了我幸福。哎，这里，这个有一个火车的一个图，破坏这个连接处。让我不好过的人，你也别想过好过。这个很重要。北车王时代，它在这里结束。尊贵号列车在行驶中突发意外。它的大杀机好大。我们再去这个休闲区找一找吧。你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这不是一喷即晕，这是什么？啊？你怎么看到的？我刚翻了半天哎。还有。哦，吸入是泻药哦，所以他才会在厕所。开门啊！过了10分钟，我肚子疼，然后我就开始敲门上厕所。是给你的。是给不一定是给我的，有可能我们俩都闻到，对不对？9、8、7、6、5、4、3、2、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好，走，集中讨论吧。 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记录清晰时刻，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其实现在这个人物关系啊，只是能从表面上看一下，和在6点钟看见他上车之后尾随他上去了，实际上有没有过正面的交流也无法确认。贾刘是说他没看见这个人，他说不熟。 这两个是明确说是同学关系，吴漂亮也是校友，但是他们两个人是情侣。对，最后就是这个郝章，半个兄弟关系，但是没有血缘，所以我把大概的车上的一个平面图展示出来。这是案发现场，这是陈的房间。 这是张的房间，他跟死者是共用一个洗手间。这里是走道，车厢的尽头是贾刘的工作室。目前从何的表述当中可以确定，
陈的一个行动方向是，上车以后先回了包间，然后6点10分左右去了餐厅。7点的时候，郝章在餐厅看到死者从这一头从餐厅又往4号车厢走跑过去，好像是7点。那也就是如果是6点10分到7点，有50分钟，陈在这个区域干了什么？来吧，请嫌疑人们进来。哇，帅气！接下来，接下来呢，各位分享一下你们找到的相关证据吧。谁先来？您先来。这么突然。4号车厢的包间1，也就是郝晨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面呢，首先拍到了一个通缉令，他在10年前被判入狱20年，同时他在12月的时候越狱的，也就是说他提前10年跑出来了。另外呢，这个是他的身份证，他有一张在东陵站上车到蝴蝶谷的北方慢车号的一张车票，是1月30号上车，2月1号下车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今年的这个车票，这应该是2002年的车票。为什么？因为他还在这个车票的背面写的是“爆炸炸死了那个一直家暴我的爸爸。2002年1月31日，我的新生活开始了。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更强大。”郝晨的父亲一直在家暴他，然后在2002年1月31号的这个事故当中被炸死了。然后呢，他说这是他新生活的开始。然后呢，他有大量的2002年1月31号拍摄的事故现场的照片，但是不是事故后，是事故前，车厢是完好无损。同时，他也拍到了真化学坐在一个地方研究炸药的照片，这上面写的标的非常清楚的，就是独一无二的配方 A、配方 B、配方 C， 也是2002年1月31号。真化学是我的继父。接下来呢，在这个抽屉里面找到了一个炸弹定时装置的设计图，他想要在我们所在的这一列火车上制造一个事故。有看到已经组装好的装置吗？没有，只有一张图。是的。另外呢，找到了一个 M 城市早报。M 市技术学校小树林发生事故，犯罪学生害到自己母亲。另外呢，找到了一个毕业通讯录，这个里面特别标注了甲流的手机尾号是6666。所以我帮大家还原一下这件事情。在2010年的12月31日，在我们一起就读这个学校发生了一起事故。在这个爆炸事故开始之前，甲流就已经向调查机关举报了这件事情。但是呢，调查机关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而悲剧当中死了一位中年女性，后来证实是郝晨和后来收养了郝章的这位女性，就是他们的母亲。所以呢，郝晨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也追悔莫及，但是他也在调查到底谁之前发现了这件事情还举报了他也发现了是甲流，因为他找到了学生的毕业册，同时圈出了666这个号码。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讯息是，他有一个蝴蝶谷的游玩计划，圈出了出发地点铁路边边大院，出发时间是2020年的早上8点，然后到达时间是2020年2月1号的晚上7点，到达地点是蝴蝶谷。出行人员有潇洒、吴漂亮、何素、郝章。另外，它上面还特别注明，一大早6点去铁路边边大院等火车来，应该就万无一失了。也就是说，
他此行的目的是针对潇洒、吴漂亮、何素和郝章其中的一人。我补充一下，这个是我的东西。就是这个行程表是我1周前开始帮我的老板计划这个出行计划，然后我做了这张表格，但是它上面的字儿是他的计划写的。他一定是上车之前他就拿到了这个游玩计划，而这个游玩是只有我们4个知道的。怎么流失出去的？中间我跟郝晨是有过接触的。我找到就这些，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郝晨拿到了这个计划，同时他要针对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于是他上了车。他针对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在10年前，贾刘是怎么知道了他制造事故的方式，又举报了？他举报了之后，他对贾刘有没有动机？我不清楚。那如果他对贾刘有动机的话，他为什么对你们4个人也有动机？OK， 谢谢，我讲完了。那最后我再为大家表演一段踢踏舞。每秒钟1把下，如果没听到，跳得好啊！世界名舞。告诉别人，到站以后把这节课对他的脚踩上，和全部都一样，和我完全一样。下一位就顺着来吧。好呀。你热吗？这位生肉。我是一个粉红色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主要去了。干嘛？没事。我突然想起一种毒药，叫鹤顶红。这不是鹅顶红吗？没有一个叫鹤顶粉红啊。我先说一下贾刘的房间好了。首先，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报道：流浪汉老实专栏，贾车王后继有人，私生子死里逃生继承遗产，所以贾刘是车主的主，这个车王的主子。之祖，之子，哦，之子。然后在他的房间还有一篇家道中落的新闻，标题是北车车王时代在他这里结束。昨日尊享号列车在行驶途中发生意外。昨日是哪一天？2019年12月26号的新闻。你刚家道中落，刚家道中落。哎呀。然后呢，弯道时火车车厢脱节并侧翻。经调查，事故原因是2处车厢之间的连接装置松动，贾刘更是赔得倾家荡产，以低价的价格卖掉了所有的火车。它有一个车厢的一个配置图，他圈了那个连接处，他说破坏这个连接处让我不好过的人，你也别想好过。所以他在找寻这个人。我可以先讲一下啊，第一呢是刚刚那份铁路连接图这个东西呢，是我在死者那里发现的。我是大概6点开始检查各个房间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这有一个房间，但这个房间按理来说是没有人住的。我看到这里有个包，我打开这个包之后呢，就发现这张图片，它上面字写的很奇怪，就破坏这个链接处，让我不好过的人，你也别想好过。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知道说，合着前几天那个意外的事故呢，其实是这个人搞的鬼。在这里补充一个说明，我之前在陈的房间里拍到了一个通缉令，这个通缉令表示他在12月的时候越狱的，所以时间上他是有机会造成这一起车辆侧翻的事故的。
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他的杀机。然后他有一张我的照片，现在的我一无所有了，不配给你幸福了。那个照片呢，是因为我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一直暗恋鬼，我到现在也喜欢鬼，但是因为我发生这样一起事故，然后我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的我不配给他幸福。谢谢你喜欢我，但我有他了。我没有想到。好悲惨。好，我想要来讲一个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线索，就是在公共空间呢，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像作案用的一个工具。首先呢，我找到了冷冻剂，冷冻剂是藏起来的，然后热容剂是在那个箱子里。因为我看到冷跟热，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会不会是用冷热交替，然后来杀死这个死者，冻死他，再热死他，热死他，再冻死他，冻死热死，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用这个冷跟热用了什么东西？看啊，冷冻机上面写的可让水迅速结冰，对，冰块随气温变化，30分钟完全融化。死者脚边的那个水，那个地漏上面有水。冰把那个锁那儿撑住了。公共区域还发现了鱼线跟剪刀，我觉得鱼线跟剪刀有可能是配合刚刚那2样东西使用的，做的一个定时装置，一个装置，它才会出现冷跟热，因为热胀冷缩，它可能会有这个想法，这是我想的啦。最可怕的是剪刀跟鱼线旁边有一本笔记本，笔记本的第1页是写，我记得那一天我看到了北方慢车号火车，2002年1月31日，18年前的那对，但他不代表这个人他看到了这起事故的发生，但他不确定是在车上还是在火车下看到。然后再来还有一篇，今天我们4个在宿舍里玩，他来宿舍找我们修电脑，我帮他修好了，他还表扬了我，好开心。他们是帮我修电脑，所以是他们4个人的其中一个人。这个笔记本是属于他们当中某一个人。对。但这个笔记本我确定这个笔记本是凶手的。后面有一句话特别可怕。上一次人生中他死了，我读日记改变了过去，但仍然无法阻止郝晨，所以我杀了他。改变了过去。对，凶手用笔记改变了过去。2020年2月1日，今天。它可以改变过去，但无法阻止郝晨，就跟那个电影《蝴蝶效应》一样。他想阻止那个爆炸，但无论他怎么回去，每次都会出一点小小的别的意外，导致整个事情又发生不同的结果。所以他始终阻止不了，他只好把这个人干掉，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觉得这3篇日记只有一个用处，这3篇日记一定能把吴先排除出去。因为今天我们4个在房间里玩，那一定是我们4个，然后看见他来了。对。就跟那个电影《蝴蝶效应》一样，他想阻止那个爆炸，但无论他怎么回去，每次都会出一点小小的别的意外。我现在有一个脑洞是这样的，就像你说的蝴蝶效应没能阻止郝晨，就是说他蝴蝶效应他已经来到这条时间线上，依然没能阻止郝晨。对，郝晨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完成了一个事情，导致大家的命运走向不好的方向。因为蝴蝶效应是说，他每次去改变过去一些细节的时候，他阻止其一却阻止不了其二。这个世界总会导致一些细节改变向不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他这里面的表述，他在2020年的此刻说他没能阻止郝晨，他是阻止不了郝晨这个人走向黑化。那郝晨走向黑化的时间点，实际上就是在2010年12月31号，他误伤了自己的。那么，请大家记住，有一个手机尾号为6666的人，在那之前他举报了。他举报这个事情的举动有点像是要阻止哦，对吧？对，但是这个事情不是我举报的，我并没有向调查局举报郝晨的那起。可是你的同学录里面，你的手机尾号就是6666啊。你继续。我讲完了。我特别想表扬你。啊。进步很大。谢谢你夸奖我。我找的是郝章的房间，所以所有的证据都针对于郝章的。然后我先是头顶先绿了一下，我先看到了郝章的钱包里面有我女朋友跟郝章的在学校时候拍的照片，是不是折起来了？对。我耳边回想起一句话：你们好不好，我不在乎，不重要。然后还有在墙上贴的这个每日3问，老板的小宝贝擦了吗？我的妈，这么重要的信息擦了吗？哎呀，天天要帮老板擦小宝贝，擦小宝。小宝贝不是我啊，是那个笛子。你不是叫小哦，他叫大宝。我叫大宝。然后嘞，老板的大薯片准备了吗？可能知道我喜欢吃薯片。后面呢，老板的女朋友问候了吗？每天要问候一下我的女朋友。好。所以我猜测，可能我女朋友在郝章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在郝章的手提包里面发现了郝晨的笔记本电脑啊，然后我解开了他的密码，然后打开了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线索，是我们当年就读的那个学校的论坛。校园未解之谜，10年前的小树林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郝晨的妈妈为什么会突然来到学校的小树林？一般家长不是不让来学校吗？这个是提问者，下面是回复。然后第一条回复是，好像听举报中心说儿子被举报，来找儿子的。第二条，在学校门口那个吴漂亮跟他说，郝晨喜欢待在小树林，他才去了小树林的吧？啊。然后第三条。那看来就是这个吴漂亮害死了郝妈妈，她真的该死。这几句话是谁发的？是网友，被郝晨看见了。他在他电脑里面，他存下了这个东西。
所以他直接指向了是吴漂亮，吴漂亮间接害死了郝晨跟郝章的妈妈。对。但是我想问，你是什么时间进到陈的空间里面拿走他的电脑的？4天前。4天前。不是在这儿。不是在这儿。在他墙上挂了一个钻孔机，非常专业的那种电动的钻孔机，叫博士什么？博士 Go 啊，它就是能换好多钻头，然后那个电动的那个特别好用的那个，然后接下来我在公共休息区发现了一个一喷即晕的这个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吸入式泻药，蓝色液体雾化成气体之后无色无味，功效吸入该气体10分钟之后奏效。而且在郝章的房间还发现了一个喷雾器，里面是蓝色的残留的液体，所以他肯定是吸入了这个气体之后，然后导致了腹泻。这是谁给他放的呢？在他的空间里面。这套东西呢，基本上我能确认是整个这个案件的一个启动装置。他用这个启动它去厕所。去厕所。有人吗？他进不去厕所，他一定会找服务员来帮忙。我这个厕所。等服务员把厕所门打开。所有人看见他死亡，然后大家一块来破案。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他一定要这么精准的掌握？他要让自己没有作案时间，他要把它形成一个密室，打开以后，你看我们一块打开吧。我是觉得说，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了郝章他的犯罪嫌疑，其实就是因为吴漂亮。下一个是刘。我主要搜了2个人的房间，一个是何的房间，另外一个是吴的房间。先说吴的房间吧，他这边有一个订花记录，订花人吴漂亮，送花日期自2011年起，每年的12月31日，鲜花1束，卡片1张。2010年的12月31日，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小树林嘛。对，但这个送花和卡片呢，那我觉得除了给爱人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可能是祭奠。那我想知道你这花订给谁的？我订给那个好妈妈的，因为我就觉得我无意的一个指引，害死了好妈妈。我又看到一个他手机里的视频，他自己在拍抖音，他在自拍的过程中，后面其实郝晨一直在看着他。他一直在跟踪我。这是今天吗？他跟踪我有一阵子了。你有可能是觉得自己害死了郝晨的妈妈，然后你又发现郝晨越狱了，并且一直在跟踪你，所以说他觉得说，哎，郝晨是来找他复仇的，这是他有可能。然后我搜了何素的房间，何素的房间第一个是有一个探监申请书，是你去探望在监狱里的父亲甄化学。甄化学是我的继父，当时是继父对我的亲生母亲家暴，当着我跟妹妹的面把我妈妈打死的。那你见你父亲说什么了吗？首先第一点，他矢口否认2002年1月31日的那一起火车的事故是他造成的。同时，他还跟我讲，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妹妹没有死。我知道是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救了他，然后把他带下车了。我的继父跟我讲完这些之后，后来他就被处决了。
那我呢，就从那之后就开始寻找我的妹妹。幸运的是呢，在那个事故当中，年轻的夫妻并不多，所以我才找了15对，我就找到了一对无姓的夫妻，就找到了他们收养了一个小姑娘，叫吴漂亮。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妹妹，同时我就把妹妹接到我的身边，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对。父亲伏法是因为他是因为家庭暴力致死和火车的事故这2起事情，但是呢，他对火车事故矢口否认，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是你妹妹的？2013年1月31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何的手机里边发现了一个炸弹设计图，这炸弹设计图上写了一行小字，叫“吴漂亮，我的最新发明，11点送给你”。这张炸弹设计图被何发现了。今天6点钟，我发现他鬼鬼祟祟上了我们包的车。我当时有2个震惊，一个是我们包的车凭什么有外人上？然后第2点就是他不是在坐牢吗？20年才10年，他怎么出来了呢？我当时吓得一激灵，吓出了一滴汗。于是我就尾随他上了车，发现他进了4车厢的包间1。10分钟之后，他出来往3号车的车厢去了。于是我就溜进了他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我看到了这个炸弹设计图，同时我吃惊地发现他要针对的是我的妹妹。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可怕，于是我拍下来。但是我当时想说，我如果现在告诉调查局，调查局不见得立刻马上能够把他捉拿归案，与其等别人来救我妹妹，不如我今天把她杀掉。所以我要赶在11点之前把它杀掉，但是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好怎么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6点1刻我就回到家中，我要想怎么做。里边有一个东西是关于我的，就是刚刚何素发现的这个晨报，6666的学生是提前打了这个举报电话，这个6666是我的手机号，但是我没有打这个电话。就是有人回到了10年的时候，拿我的手机打了这个举报电话，希望可以制止陈引发这场事故，结果发现完蛋，还是干了，而且炸死了郝晨的妈妈，并且郝晨还这时候越狱了，还毁了我的人生，因为他觉得是我打的举报电话，他就把我的车给弄翻了，导致我现在倾家荡产。同时，他还是觉得是吴漂亮导致了他妈妈的死亡，他现在还要干掉吴漂亮。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可能回到10年前，说我能不能改变郝晨的命运，然后并且救下他心爱的姑娘。但是他回去改变之后，他又穿越回来，他不可能是又活了10年，他是穿回去，穿回来。现在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穿越的说明。可是如果说这个6666并不是指向你的话，那么就有意思了，因为就已知一定是凶手嘛。凶手才提前知道会有这个小树林的事故，他才提前会去举报，希望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他用了6666的这个手机号去举报的，那么就指向我们其中的某一个。那么谁有可能当年拿到你的电话来做这个举报？我去的肖和吴的房间，就有一个疑问是想提给那个何素的。你在车上拍到了炸弹设计图，对吧？拍完炸弹设计图之后，你把炸弹设计图留在火车上了，还是怎么样？我没有拿走，不然我就没有必要拍了。好，那这个肖，请解释一下，为什么炸弹设计图的原物是出现在你的乐谱里的？
炸弹设计图是因为我6点的时候发现了郝晨上了火车之后，我6点20上了火车，找到了他的房间，发现他不在房间里面，但是我看到了他的这个炸弹设计图，你就把它拿走了。对，我把它拿走了。潇洒手机上有这样一段录音。不但越狱，还在做炸弹。当年妈妈的死还不能让你悔改吗？我已经找到当年害死妈妈的女人了，我一定要用同样的方法炸死她。这是我和郝晨的对话，然后他录到了。4天之前，我打电话给郝章，我想让他去安排这一次旅行的事情，然后意外的电话接通了，但是他没有回应我。然后我听到了他跟郝晨的对话，对话内容就是刚刚那一段内容，所以我觉得很可疑，我就把它录下来了。我觉得说是郝晨想要对吴漂亮下手。你当时是跟哥哥见面还是打？我当时跟他正在当面对质。当面对质，然后这时候突然进了一个电话，我没来得及看这个电话是谁，我只是随手一挂断，我就接着对话，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摁错了，我摁的不是挂断，而是接通，所以这段对话被他录进去了。对，这个是我听到他录音之后，我才知道当时来电话那个人是他。对上了，对上了，所以这是他的杀人动机，但同时也是我的杀人动机。是我们俩都知道他要对吴漂亮不利下手。对，所以我们仨有着相同的一个动机。谢谢你们。你有看到他要给吴漂亮炸弹的单子吗？我没有看到，所以你并不知道他对吴漂亮下手。我并不知道他当年的论坛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所以你的杀机其实是为了报仇。他上了车之后呢，我在他的房间发现了这个导致我倾家荡产的人，原来是他。但是我又很搞不明白，说我怎么他了？你的动机是保护妹妹，对，他的动机是保护女朋友，我的动机是保护老板娘。哇！正义的使者。没有，今天老板对女朋友问候了吗？问候了吗？你好，老板娘。老板娘，尿。哎呀！不要被张迷惑了。张还有一层动机，他现在拼命在掩盖。在你的动机里，不是单纯的保护老板娘，报妈妈的仇，阻止这个兄弟。啊，那是有可能的，那是有可能的。哎，我想问一下，在你的记忆里，你妈妈对你好吗？好。我补充最后2句啊，但是以现有证据来看，这个穿越的触发机制就是这个日记。我刚才想到一个东西，解释说为什么要用66666，不是为了嫁祸他，是因为他看到那个10年的那一页的时候，他回到的场景就是事故发生之前的宿舍。他手边能使用的工具就只有这么几个同学的手机。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你已经是有钱的了吗？对，所以我们宿舍可能只有他有手机。你只能回到那天的那一个场景里面，手边能用的改变的东西很有限，所以才导致他说我改变过去，我阻止不了好处。对，我觉得这个先不讨论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本怎么用。对。我只把疑问提出到这儿啊，大家思考，咱们这个没有定论啊。首先，如果大家现在基本都确认这个日记就是凶手，那我们只要找出这个日记是谁的。对，日记有3天，3天的细节跟谁的人生是最对得上的？都对得上，都对得上，不一定，一定有人跟这个细节是更接近。比如说，4个人在宿舍里玩，他来找我修电脑，我帮他修好了，他还表扬了我，好开心。
说到今天这个案子，关于机关的问题，我跟涛司机我们在现场做了几个实验，一共是15个纸筒，14个完整的，其中有1个纸筒中间被切开了，但是这个切开呢，不像是用刀，感觉是像撕开，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工具给慢慢的给蹬开的，它可能长度差那么一点儿。 所以它有一节儿塞进去了。对。我们一开始想象的是，它现场不是有一个门把手吗？下面还有一个手动锁。那个手动锁的锁舌，如果锁上的话，你这个门是无论如何打不开的。张这一侧的厕所门，上下的锁舌全是锁死，所以它确保你在这边是撞不开，也打不开。 但是，请各位注意，我的司机并没有去搬动这个门的把手，他是把门撞开的。撞开之后，我们发现下面这个锁舌没有伸出来。你是一开始撞没撞开，然后突然有一下就撞开了，对吧？对。但是最后一下，因为某个机关的原因，导致这个结构崩塌，门撞开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这道门到这道门，15节纸筒做成了一根长棍，横着顶在2个门中间。啊，像晾衣架那样撑杆。对，撑杆把2头胀住。所以我个人觉得纸筒是在下面，那些纸是盖在上面，用冰。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速冻剂，弄上水之后弄成了一根冰棍儿，但是30分钟之后，当这个冰棍儿化掉的时候，一个撞击力，整个这个结构就破坏掉了，门就撞开了。侦探一个问题，他如果不找这陷阱，他怎么出去？他怎么出去呢？ 他抵死门，门口2个门都是往里合的，他怎么出去？他要这么打开门才能出来，他怎么出去呢？鱼线，如果有可能是抵在这个门上，然后他有一个鱼线，然后最后出去合上门之后把它拉倒，有可能吗？ 但是他肯定不可能是放好再出去，放好再出去的话，他出不去了。有道理，我觉得就是鱼线嘛，他现在把它这样立起来嘛，绑在这头嘛，然后呢，他出去之后从外面把它拉下来，拉到他撑住的位置，然后因为冰很滑嘛，抽出来，然后就是等于他就横着在这，人就在外面了。侦探，你还有别的发现吗？我就在想这个密室的，因为。 密室它就在于我们谁有作案的条件。嗯，那侦探你投票吧，加油！对，我还要投票，去吧，加油！涛涛，你去给侦探出主意吧，你们加油吧。这个非常好，我觉得就是从那个日记出发的话。 对，把女生给删除，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哥哥虽然说那时候虽然是没相认，我觉得专门写那么一句话代表他，所以我觉得哥哥在比较正向。然后我刚刚以为他说举报并不是他去完成的，所以我认为写日记的这个人才是那个最专业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 张哥，搞一个再说。好，我们现在怎么样？侦探，走吧。啊，收了。定时炸弹将在10秒后爆炸。什么东西？在他的房间里，我看到了炸弹定时装置的设计。有看到组装好的装置吗？没有。
只有一张图。在这，是在这里吗？快跑过来！出不去！那边，门堵死了！开窗！这边！死了！哎，小宝！开门啊！上抖音 APP 搜索话题“明星大侦探”，猜猜谁是真凶，惊喜福利抖不停。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快下载抖音 APP 一起来探案吧！韦小姐，北方慢车号火车发现了一起命案，死者真鬼。这个真鬼是暴力狂，死得好，死亡提示灭暴再度犯案，找到了一把枪，蝴蝶枪王打死，雇凶杀人。我一定要杀了这个女人，他这枪是为了报复。手机上拍到了蝴蝶枪王的子弹。我的天哪！我已经确认蝴蝶枪王是谁了，让他来陪我。啊！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感谢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 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亲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萌。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疆网、红网、大众网。高能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5季，每周5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独播。